蝴蝶兰，这个是去年的，因为它后面是软石片，所以可以重复利用。那我要放进来吗？我跟着你放。会变色。要洗一下。哦，那不用撕太小块嘞。我上去全日照。你在光。我要自己做挂耳咖啡了，不然我豆消化不完。撒到处都是，哦。我之前在黑社会人去跟风的流程，跟风管东西是因此我之前并未在意，自从了解了这个人生的之后，由此我都不用联系了。于是客请在店中做茶粉的主顾，愿意广交善缘。比之前买省很多。出去拆个快递。木姜子、胡辣椒，应该是贵州口味。晚饭的时候水煮蔬菜，然后蘸着吃，应该挺好吃的。这个是花园的装饰牌，就是钉在仿佛幕墙或者是洗手台那边吧，或者墙上，很重。但是我买完了之后，我去另外一个平台发现它便宜了7、8块，又被 PDD 背刺了。根器是买的，这是买的蒲公英，桃色蒲公英。我前2年就有刷到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尝试，今年刚好就买2根来试试，描型还可以哦。这是看直播买的，它是按照编号来拍的，拍完了之后我就不记得我买的是啥了。我不太喜欢这样子的，但是这家好便宜哦，随便刷到的。很小哦，不小哦，还行哦，真让人上头呀。哦，哎，这颜色刚好我今年没有买，这是3色堇吧？这盆就小一点。龙面花其实还挺好种的，而且光线不太好的阳台或者院子的话，它也能开，就是半阴植物。这次买的苗情还不错。最近已经陆陆续续收了10多盆草花了吧。外面有点冷，还是搬进来了，放一个外套。放不下。拆这个无花果干，还带了一个检测报告。怒买4罐这个无花果干，苏农科的。我妹前段时间她买了2盒，然后试吃，我觉得特别好吃。对，现在我们一共买了9盒，后面她也买了。但是我发现我买贵过她10块，又被背刺了。然后这个是我经常买的一个打底，这种打底的话，我是最担心后面它的领子直接洗变形了。而且白色这种打底的袖口很适合跟那种颜色比较鲜艳的毛衣搭到一起，稍微露出一点白边，会比较有细节，好看一点。这个是一个裙子，的确这样子稍微有点厚的这种裙子，我觉得这个蓝色还挺好看的，好像还可以耶。还有一些小件的化妆品。哦，我买了底妆跟小样，我底妆没有了。然后呢，
就买了这个，我看视频有被种草这一款粉底液，然后买了一个中样来试，而且中样的使用次数的话，应该是刚好够过年期间的，所以方便一点。我本来已经想买它的正装了，但是根据之前买底妆的思路，可能有点冒险，还是买少量试一下，收拾，还有这些要带出门的这些小样先给收好。看我们的无花果，你还尝试另外一个品牌的？这是干吃的，这是泡水的，这是冻干，然后这是新品牌。试了一下这个裙子还行吧，里面还是要穿个打底的。如果比较冷的情况下，这打底的领子比较大，圆领，但是稍微有点点透。打底透的话应该也正常吧，不确定，几乎不太有外穿的可能，所以这件我也还是留下了。花园的、露台的，还有和安全问题相关的这些，时间已经很赶了。些花园杂货，这2个铸铁牌特别好看。比了一下，我在看哪一个更适合那个防腐木墙。还有这几个适配草花的挂的这种套盆，因为冬天这边的光线确实不是很好，所以就需要一些就是这种利用垂直空间的花盆。还有2个这种花插。对，看我这一大托盘的草花，今年尝试了这个花叶旱金莲。本来这种小小的圆叶子的旱金莲我就觉得已经很可爱了，没想到，哇，超级好看。还有这个轮状风铃草，然后它的花序就是我喜欢的那种细长型的，比较有线条状的，可以跟到时候看在菜地里面跟这个毛地黄能不能搭到一起。龙面花真的很不错。我现在还没有让它开，还处于一个打顶的阶段，这盆又要打了，花苞很多。我现在是草花妇人了。你看，要不要走过来这边？或者这个角落可以吧？还有画挂，好的，画过来。这一家根都没长满。这棵最大的是乌托邦，乌托邦已经长成芽了。哇塞，看着底下已经开始冒笋芽了。体力活，健身了。用这个铝丝自己剪这种 U 型的特别好用，压枝神器。再放一层黑。这个其实已经有一些芽点了。对，我也觉得。好香啊！对呀，我放。
今天我就要做出门之前的植物的修剪，还要做自动浇水系统。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自动浇水系统，所以露台和室内的一些的话要看实际的情况补水浇透。露台这边的话就要做那种手动的那种自动浇水系统，还要安一个监控。这个已经用很多年了，已经非常的发黄了，不知道视频里面能不能看出来，这东西特别耐用。彩叶玉这边大部分的都已经干了，不收球，直接转移到遮光的地方就可以了。要把它们放在刚好这个隔层里面。蓄水的桶用这个大垃圾桶，主要也是一个衣物多用，把垃圾收了，直接往这里面蓄水。水已经接满了。这些大盆的一般可以10天左右不用浇水，而且它是冬天嘛，接下来也要降温，我浇完了之后就直接转移到室内去。多肉也是浇透了之后就可以管个10天左右吧，看你们的造化了。露台的植物其实需要一直做自动浇水的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浇透了一次之后，可以管个7到10天吧，刚好就是假期的时间点。棉绳。一般我在回来之后会把它统一收到一个袋子里面，然后下次要出门的时候就直接拿出来用，会方便很多。要全部泡湿再引出去。配图太松了。监控就直接放在这个洗衣机上面，主要是我想要看到植物的状态。这个头还可以转。下楼又调整一下监控的范围，露台浇水监控搞定。接着给这种自动吸水盆加水，每次到这个时候就觉得这种盆实在是太省心了。还有这个铁线蕨已经全部长青苔了。这几盆的土特别松，而且盆也比较小，所以要扒一下。给这2盆开得特别好的统一修剪一下。一般在假期的这种时间的话，我就会把花给剪掉，然后触一下它的分枝。后面回来之后，差不多又是它开花的时间了。拿捏一下时间点。非常健康的矮牵油，珍惜一下这几天，接下来就降温了，全部都剪了。它其实里面有很多要长出来的那种小芽点、小分枝。这个时候剪的时间点刚刚好。这棵百万小林真好看啊！但是其实花还不是很多，它中间这部分还是有点疏的。这个剪起来就自由大胆了。又光秃秃了。被这个绣球的底芽给美到了，哈哈。我们已经把后院的这个门铃给装好了，它下雨这里包了一层保鲜膜，还抠了一个眼出来，好搞笑啊！还要装2个门窗报警器。这里大概这个位置，这里啊。
好，可以。1楼的植物区用的也是和露台的那个方法，这是平时进盆的那个收纳盒，这个是旧的 T 恤不要，直接剪成这样子的布条来废物利用。前几次出门比较久，我都是用了这个方法，而且让它后面这个布条不会干。有一个关键点是，这个盛水的东西要比植物稍微的高一点。这个盆是在这个阶梯的上一级的，像这一些都是比较矮的，然后布条是一个这样子往下的状态。这边的小盆也比这个水矮很多。出门之前还会把这个盆的水给全部加满，而且室内的这块位置再加上冬天相对比较干燥，我会用这种长口的水分蒸发啥的，也可以保证一下这一块的湿度吧。这边这些就是盆相对比较大的，而且日常的浇水频率基本上都是10天以上不用浇的那种，所以这边就不用做，直接浇透水放着就可以了。一般在这个时候我会顺带的也修剪一下，像这个扶手刚被剪掉了3片叶子，然后这颗蕨类是一个自吸水盆，但是因为我日常发现它喝水实在是太快了，也给它加了一条怕它干，因为我大概要15天左右才回来。室内一般就差不多是这样了，如果要是万一真出事了，那也没办法了。这盆海精灵一直都没给它换更大的盆，平时是直接放在这上面这样子放着的，相对是比其他的大一些的，所以我也没给它加那条东西。主要是也是因为冬天土干的相对没有夏天那么快，夏天和冬天出门的方法反正还有点不一样。去车库把自动浇水系统的配件都拿过来了，因为当时露台特别大，这些东西好多呀。它的头在这，没人在家的时候浇水就是靠它。先理一下，好弯弯绕绕哎，我天哪！现在这个已经装好了，因为之前那个螺纹管滑牙了，还买了一个新的。装上去之后，给它设置好这个是时间，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半开始浇水，间隔1天，每次浇15分钟。它是喷的方式的，冬天的话15分钟是差不多的。这是一个这样子的头，这个是可以调节它的喷淋的强弱的。这边是滴灌，这边是喷淋。这个坏了直接剪掉，冬天不太好拔出来，然后可以替换一下，我看一下替换哪里好了，直接替换更方便，因为这里有很多接头。在布置之前，一般都会保持那个地面干燥。开第一次测试之后，它喷洒的范围的话，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然后再把一些休眠的植物放到这些稍微那种咪水的地方，像这个铁线莲，这个也是稍微的让它咪水淋到就可以了。现在已经全部测试好了，菜地里面这样子挺好的，有多几个管，而且底下的土的话一般会比较保持湿润，当做一个保护它们的吧。还有这边的绣球的话，就是围它的最外圈稍微有一点点水喷到就可以，其他的地方就是以一个柱子为单位把它围住，最需要水的就比较靠里，然后休眠类的就把它靠外，稍微有一点点水喷到。这边也是，这边也是，这边的番茄是需水量比较大的，需水量就沿着这个头一次递减，这些都是休眠类的，稍微往外放一点。铁线莲绣球这边也是。基本上就没啥问题了。换一个角度来看看，花园变小了之后，布置起来还是挺方便的。自动浇水系统的话，之前是一直都放在花园里面的，刚好这次装好了之后，假期再回来就把它归到旁边更隐形一点就可以了。平时的话就不用每天都浇水，就开它就可以了。然后绣球的话，趁现在补了一些缓释肥和调蓝剂。整体就这样了，剩下就靠你们自己了。